竟然是满屋子的假货，看来眼睛变异，看到这些宝物气息的感觉真爽啊！这个是真货，我就要这个了。这个？哎，不是这个，是这个。这就是一块废铁啊，形状吧有些好看，我100块钱收来的，不值什么钱，你确定要？要，我的眼睛能提示出初级宝物的东西，绝不可能是废铁那么简单。行吧，一物换一物都不亏。给，放这了啊。这去哪里卖钱啊？这东西得找个识货的才能卖个高价啊。对不起，实在抱歉，我刚才没有注意。没事。这是西周时期的青铜碎片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啊！这东西你卖吗？你要买啊？我也不忽悠你，这东西对于懂行的人来说是有很高的研究价值，但对于不懂行的人来说，这就是一块废铁。遇到个识货的。那先生，你打算出多少钱买啊？少了我可不卖啊。老婆急需100万救命，这祖传的石头为什么没人买啊？小伙子，你都摆3天了，就别浪费时间了。就你这破石头，没人会要的。就是，你这石头要100万，你是不是想钱想疯了？这石头是金晶石。金晶石是什么呀？金晶石是唐朝流传下来的宝石，据说是唐僧从西域带回来的。哦，可惜上面的眼睛已经没了，不值钱了。我爷爷跟我说，这块石头可是有大机缘，它怎么会不值钱呢？你怎么了？小时候爷爷跟我说，这金晶石是齐天大圣孙悟空的眼睛所化，能给我带来大机缘，我还指望它能救我老婆呢。想不到人间竟有真爱，小伙，俺这火眼金睛算是找到传人了。你怎么了？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硅胶制品，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说什么呢？没说什么。金晶石隐没了法力，难道我真的得到了能透视的火眼金睛，居然能看到古董的气息？等等，刚才我脑袋磕到这石头上流了点血，然后眼睛就看到了这些。我明白了，机缘在这儿。这石头我可以买了收藏，要不你跟我去我的古董店看看？好，去，走吧。这位是陈伯，我店里的古董专家，有资格证的。我店里的物品，你随便选一件吧，就当换你这颗金晶石了。竟然是满屋子的假货，看来眼睛变异，看到这些宝物气息的感觉真爽啊！这个是真货，我就要这个了。这个？哎，不是这个，是这个。这就是一块废铁啊，形状吧有些好看，我100块钱收来的，不值什么钱，你确定要？要，我的眼睛能提示出初级宝物的东西，绝不可能是废铁那么简单。行吧，一物换一物都不亏。给，放这了啊。这去哪里卖钱呢？这东西得找个识货的才能卖个高价呀。对不起，实在抱歉，我刚才没有注意。没事。这是西周时期的青铜碎片，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啊！这东西你卖吗？你要买啊？我也不忽悠你，这东西对于懂行的人来说是有很高的研究价值，但对于不懂行的人来说，这就是一块废铁。遇到个识货的。那先生，你打算出多少钱买啊？少了我可不卖啊。100万。100万，我是诚心买的，不高价，我也只能出到这个价钱了。100万，足够我给老婆做心脏移植手术的费用了。好，成交。好，过去了啊。收到了。哎呀，100万，这个是我的名片，以后有好东西可以联系我。好，谢谢。中末期心力衰竭，每天都需要大笔的钱来续命。
这次心脏移植手术是最后的希望。老婆，是我没能照顾好你，但你放心，100万的手术费用我已经交了，医生说很快就可以给你安排心脏移植手术，你一定要挺住啊！秦先生，请出来一下。哎，张医生，什么时候能给我老婆安排手术啊？秦先生，你要做好心理准备。我们刚得到消息，捐赠者有了新的捐赠对象，恐怕手术是不能进行了。你不是跟我说，我只要凑够100万，就可以进行心脏移植手术的吗？这也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。捐赠对象给捐赠人出了1000万，他们现在恐怕不会免费捐给你妻子了。张医生，如果我凑够了这1000万，捐赠人是不是就可以选择我了？同等条件下，理论上是可行的，我会尽我最大的权限去给你争取的。谢谢。老婆，我不会让你死的，等我去赚钱。想要以最快的速度筹到钱，只能再次用我变异的眼睛能力才行。这些古玩店里的东西很精美，但全都是赝品，现代艺术品，没有任何价值。是初级宝物的光芒，说明有真的古董。黄色光芒就是从这个店里射出来的。秦兄弟，好巧啊，又见面了。是啊。你来这里是？啊，我随便逛逛。好。低级的古董，还是喝水的茶杯，居然值10万。等等，我这次的眼睛能力能看到古董标价，竟然有3件初级宝物。按照之前那个废铁的价值，初级宝物应该都是100万级别的古董，低级宝物就是10来万的古董。小伙子，你看上什么了？啊，这个还有这个，眼力不错嘛。这3件古董啊，价值都很高，1件100万，3件的话给你打个折，299.99万，怎么样？原来老板早就知道这3件古董的价值了。看来想要捡漏，以最少的价格博最大的价值，应该是不可能了。夹杂金光的宝物，且还没有提示宝物的等级，肯定价值不菲，说不定救老婆的钱就有了。哎，老板，这个怎么卖啊？小伙子，这就是个普通的罐子，种花用的，每家每户都有，这个没什么价值可言。你要的话，1000块钱。看来这老板不知道此罐子的价值，这次捡个大漏了，但也不能让老板看出我的欣喜。老板，一个土罐子你卖这么贵啊？我就是打算买回去也想养养花什么的。哎，行吧，看在你和小鹿这丫头认识的面上，我给你打个折，800块，不能再少了。这土罐子是我300块收回来的，当时看着也以为是个古董，但经过多方面的研究，就是个土罐子不值钱，现在能卖800块，我还倒赚500呢。800块还能接受，成交。银行卡到账800元。好，老板，合作愉快，我啊就先走了啊。哎，小伙子，等等，我看你这个猴急的样子，怎么感觉这个罐子我看走眼了呢？你要是真的不想卖，哎，你把钱退给我。不，开玩笑，哪有卖出去的东西再退回来的道理嘛？抱走吧。哎呀，这瓶身看着很粗糙，做工也很差，这还有几处裂口，希望你能给我带来不一样的东西。果然是件宝物啊！平凡的外表下卧虎藏龙啊，这一般人还真难发现其中玄妙。冒着金光的宝物应该很值钱吧？明天就去市里面将此宝贝出手。
老板，收古董吗？当然收了。来，帮我长长眼。好漂亮的瓶子啊！只是可惜，就是个花瓶。这样，我给你出2000块，怎么样？老板，你可真会开价呀！小兄弟，你这瓶子虽然好看，但是呢，它也只是个工艺品，对吧？所以2000块不少了。以我的经验来看，这青釉瓶能值不少钱，而这小兄弟很面生，在这古玩界没见过，估计是不懂行的。冒金光的宝物，最起码得值个几百万吧？这老板真狡诈，敢给报价2000块，2000太少了，我不卖的。哎呦，小兄弟，这古玩街上基本上摆摊的都是拿假东西糊弄人的，你这个也一样啊。这样，我再给你加一盘。哎呀，吴老六啊，你真是不怕天打雷劈呀！你骗的人还少吗？嘿嘿，这瓶子虽然不值什么钱，但看这工艺也非凡人能造。怎么着也值个1-2万吧？王老板，你说这话不寒碜吗？这小兄弟是先进了我的店，你别坏了规矩。哎，话虽如此，那你们不是还没谈拢吗？这瓶子我挺喜欢，这样我出2万块卖给我吧。这俩人一唱一和，真会玩啊！哎，小兄弟，价格可以再谈嘛？那你们打算出多少钱？再加100块，如何？南宋时期的青釉瓶就值20100啊！你们当我不识货啊？我，他识货呀！你们如果诚心收，就给实价。嗨，这是赝品，你没看出来吗？像这种青釉瓶，先不说它的工艺有多复杂，但是它瓶身上的龙纹，你要是能仿制出来，我出100万给你买，怎么样？小兄弟原来也是圈内的人，那你到底多少钱想卖？你们想多少钱收购呢？赶紧的报价，不然我就去隔壁店了。你诚心卖，我诚心收，这样我出800万。没想到这瓶子居然能卖到800万，可是只有卖到1000万，我才有机会让老婆做心脏移植手术啊！哎呀，小兄弟，你还在犹豫什么？整个古玩街能出到这个价格的人屈指可数。你给的这价格我不满意，算了，我还是去别家看看吧。哎，小兄弟，买卖不成仁义在，价钱不合适再谈嘛，对吧？这样，我再给你加价1000万，好不好？不卖。那你到底想卖多少钱？最低1100万。哎，不可能，1100万我们就没利润了，你得多少让我们赚点儿。小兄弟呀，这古玩街上能出到这个价，只有我们这一家。哎呀，1000万不少了，给我们得了，你也不差那100万，对吧？这也是我底价了。哎呦，那算了，1100万我们买不起，不要了行吗？1100万我要了。好巧啊，秦兄弟，又见面了。南宋时期的青釉瓶，我出1300万，怎么样？1300万，远超我的心理价位了。陈老板，既然你诚心想买，那我就卖了。陈小姐，没有你这样讲生意的，我们正在压价，你怎么还抬价呢？就是。要不是你是陈家大小姐，有着雄厚的资产，也配到我们市区古玩街来撒野呀？账号给我，我转给你。支付宝到账1300万元。这个东西归你了。秦兄弟，我们接二连三的遇到，也算是朋友了。不如加个微信怎么样？好，我扫你。秦兄弟，你看我花这么大价钱买你这个青釉瓶，有一个问题不知道当不当问？当然可以。昨日
你在张老那儿花800块钱买的那个罐子，是这个清釉瓶吗？陈小姐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疑问呢？你看这个清釉瓶的形状、大小和昨日的那个罐子长得一模一样，实在是好奇，昨日是不是看走眼了？陈小姐，这个嘛，看你是实在人，我就实不相瞒，算是捡个漏吧。就是昨日的那个土罐子。原来真的是看走眼了，也不知道张老知道昨天的罐子800块钱卖走，今天被我1300万买回来，会是什么表情？还有昨日的那块废铁啊！之所以告诉陈小姐这些，是因为你一连2次都收了我的东西，间接的也算帮助了我。难道秦兄弟的祖上是古董圣手？我不是，只是有点天赋，一眼就能判断出古董的真假。这么神奇吗？你这一看就是在吹牛逼。你这牛逼都让你吹上天了，还一眼就知道那个古董是真的，那个古董是假的。来来来，你看看，我这店里哪个是真的，哪个是假的？你这店里所有的东西都是假货，包括你的头发，也是假货。我操，这小子神了呀，居然全蒙对了。吴老六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这，你等会儿，我再试试他。你来看看我这几件东西是真是假，你要猜对了，我跪下给你叫爸爸。不怎么样。哎，我一猜你就在吹牛逼。嘿嘿嘿3真2假。3真2假？哪3真？哪2假？你得说出来啊！你是真烦啊！2个瓷瓶和酒杯是真，2个瓷罐是假。怎么样，吴老六，他说的对不对啊？有意思的小男人，他说的对吗？都对。看来有点本事在身上，兴许那件事儿他能帮到我。张医生，我凑够钱了。这么快？不过我今早和那个捐赠者聊了一下，现在1000万估计是不够了。啊，1000万还不够？没事，现在有1300万。那估计也不够啊。那对方到底要多少钱？估计得1700多万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会尽快去筹钱的。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加价呀？可是只有捐赠者的心脏与老婆匹配啊。秦兄弟，留步。啊，怎么了？你有一眼鉴别古董的天赋，有没有兴趣跟我干？跟你干啥？是这样的，3日后是南山市1年1度的拍卖会，期间会有很多古董拍卖。往年我们陈家也都参与了，但是每次拍到的都是赝品。但是拍卖协会的人又说，已经经过了专家鉴定，还有大师的盖章，所以拒不承认是赝品，而且还污蔑我们陈家，说我们故意调包。所以请你来帮忙。所以你来找我，是想让我帮你拆穿拍卖会上的拍品？是的。据我所知，今年拍卖会上的物品都是赵家供应的。赵家？就是古玩界拍卖前5的那个赵家？是的，我陈家与赵家的排名不相上下。这个事情有意思了，你不会是想利用我针对赵家，然后打压赵家的地位吧？不是，怎么会呢？只是我想拆穿这些阴险的拍卖会，避免更多的人上当。而且我还会给你支付报酬。能支付多少报酬？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你随便开。行，那我只要400万。没问题啊。但是，要是拆穿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拆穿。我会找专家来鉴定拆穿，你只需要辨别古董真假就可以了。哦，好。这是邀请函，3日后拍卖会上见。
宝贝，你看现在拍卖会真是越来越不专业了。这门童长得也太丑了，还不如我一半强，是吧？就是。我是来找人的。找人？你算什么东西啊？穿得这么寒酸，也不知道怎么混进来的，上不了台面的东西。哼，病！哎，你怎么骂人呢？保安，保安！赵小姐，怎么了？这个男人，他骂我，你们快把他轰出去！啊，先生，您得罪了我们的贵客，现在没资格进入拍卖会，限你1分钟内离开。滚！得罪谁啊？啊，他吗？哎，明明是他先瞧不起人的。但是你骂人了，说明你没素质。哎，你总算来了。赵小姐，还是这么嚣张跋扈呀？秦凡是我的人，你要是把他轰出去，是不是也得把我轰出去啊？哎呦，这不是古玩界知名的陈大小姐吗？原来这没素质的人是你带来的，哼，那就见怪不怪了。那我就给你个面子，不轰他出去了。拍卖会马上开始了，咱们走。到一边去，走。哎，那个男的就是博德集团少东家董振东，这拍卖会的主办方就是博德集团。那个女的是赵家画室人赵清平，嚣张跋扈，看谁都不放在眼里。我很好奇啊，你怎么一进来就和他们俩杠上了？那女的有种狗眼看人低的感觉啊。拍卖会开始了，我们进去吧。诸位，本次拍卖会即将开始，多余的话我也不多说了。本次第1轮拍品，先上5个拍品，热热场子。起拍价多少？热场子的拍品没有起拍价，随机竞拍，价高者得。哪怕你出价1块钱，只要无人竞拍，就属于你了。这个规则有意思，那我出1块钱，你们都不要跟我抢啊！我出10块钱，我出500，1000，哎，我出1000，别跟我抢啊！2万。怎么样，能辨出来这5件拍品的真假吗？等我看一眼便知。这5件拍品虽然价值不高，但都是真的。都是真的？怎么可能？赵家为了挣快钱、挣大钱，和董振东联手制假，蒙骗行业人，这怎么会是真的呢？8万，你们不要跟我抢。哎，我出15万，15万买5件藏品不亏。董少爷来掺和一脚，那我出50万。哼，你不相信我？这5个拍品虽然是真的，但价值不高，最多也就50、60万。我相信你，现在拍卖会才刚刚开始，我们再往后看看吧。恭喜这位宾客以60万的价格拍得此品。接着我们上下一个拍品。等的就是这幅图，我先下凡。真好。多少钱竞拍？看来大家对这个图比我还熟悉。那可不，这是著名画家张罗的真迹。那我也不废话了，这幅图乃5仙下凡图，起拍价2800万，竞拍开始。2900万，3000万，3300万。这个拍卖品是真的吗？是假的。太好了，这件拍品一定是董振东和赵清平联手合作的假货，在拍卖会上弄出高价，我要去举报他。5000万。赵清平怎么会花5000万买自己的假画？
赵小姐也看中这幅画了，但是我也想竞拍这幅画，5600万。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为了抬高价格，好卖出来一个高价。8000万。赵小姐这么想拍呀？1个亿。啊！哇塞！1亿3000万，1亿5000万，2个亿，你还竞价不？我不拍了，赵小姐，这画是你的了。恭喜赵小姐，2亿拍下5仙下凡图，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她。赵清平花2个亿买了一幅自己的假画，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？甄小姐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幅5仙下凡图其实不是那赵清平与那位董少私下造的假货，而是真心想买那幅画，所以他也不知道那是个假画。你这么一解释，倒也说得通。第3轮拍品双珠福禄环，据说是古代的蓝朝皇后所佩戴的耳环。好漂亮的耳环啊！老婆的皮肤那么白，戴上这个耳环肯定特别好看。秦凡，你说什么？你有老婆了？啊，是啊，我有老婆。你有什么惊讶的吗？我没有惊讶，我只是好奇，你这么年轻帅气，还有鉴宝的能力，怎么会这么早就堕入婚姻的坟墓呢？陈小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别的意思，我的意思是说，男人步入中年是很有魅力的，也会吸引很多异性朋友的。那个时候，如果你还是单身的话，就会有很多的选择。你想的太多了，陈小姐。我和我老婆很恩爱，在我最难的时候，一直在身后默默地支持着我。只是她现在生病住院了。啊？生病？生什么病？算了，等我治好她，我带她来见见你。好。那你现在能看出来台上拍品的真假了吗？如果是真的话，我可以拍下来送给你了。紫色的光芒还是终极宝物，价值估计得上千万了吧？这耳环是真品，不便宜，不用买。诸位可以将此品买下来，送给心爱的女人当礼物。相信女人一定会感动到哭吧。别介绍了，赶紧的，起拍价。好的，这对双珠福禄环起拍价是120万。这么便宜，才120万？这东西至少上千万，居然起拍价这么低，看来拍卖会严重低估这对耳环的价值了。我出180万。金兄弟，你不是说不拍吗？我又想拍了。这几天我老婆会有一场手术，等她病好了，就把这条耳环送给她当做份礼物。真羡慕能做你的老婆。这样吧，这个拍品我拍下来送给你。不用，之前你1300万买我的清友瓶，我可是1分没花呢，应该足够竞拍了。你小子喜欢是吧？好，那我帮你抬抬价，190万，拍下来送给你啊。我才不要！哪怕那对耳环是什么蓝朝皇后戴的，我也不要。你这为什么？因为别人戴过，很脏。我出200万。你小子还要？我再帮你加点价，500万。董振东这个混蛋是掐准了我要拍下这对耳环，故意抬价。你要跟我抬价是吧？好，我出520万。你一个穷屌丝，你能拿这么多钱吗？要不我再给你提价。可以啊。你哪怕抬价1个亿，我也永远只归你一口价。这副耳环我势在必得。
好小子，刚我是吧？是你硬刚我，那我就奉陪到底。好，那我就加价1个亿，我看你咋办？哎呀，1个亿买我不喜欢的耳环，你疯了！别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。不是，这小子非硬刚我，让我颜面挂不住。我必须杀他的锐气。你要是觉得没面子，等拍卖会结束了，你找人废了他不就行了吗？现在你叫1个亿竞拍价，万一竞价他不跟，这不相当于砸自己手里了，还会被其他宾客笑话。好像对呀，这小子刚才故意激怒我是要给我下套啊！哎，主持人，我不买了，我把20万让给这小子。恭喜这位先生获得此品。谁刷卡？刷我的。刷我的卡。刷我的卡。听我的，刷我的。你这样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啊。我这也算借花献佛了。龙宫不受落，我把钱转给你。你要是再这么说的话，咱们俩可就谁都不认识谁了。那好吧。和老婆结婚那么多年，都没有送过她像样的礼物。等她治好了，再把这么漂亮的耳环亲手挂在她那圆润小巧的耳垂上，她肯定会开心极了。哎，我去上个厕所，一会儿就回来。这小子去厕所了，我现在就去收拾他。等拍卖会结束了呀，一个屌丝也没必要放在心上啊。我跟你说实话，从进门我见他第一眼，我就感觉我俩不对付，我忍不住了，我必须找人弄他。小子，放水呢？你也来上厕所啊？上厕所还带这么多人，你是怕被打吧？靠，你小子嘴挺欠呀！董少，他尿你裤子上了！尿我裤子上了！给我揍他！你小子不是狂吗？给我干他！给我干他！狗仗人势渣子，这么多人，我根本干不过。要是我的双眼再能变一下就好了，最好是一个眼神就能秒杀的那种就好了。什么情况？身体怎么自己弹跳起来了？哟，你小子挺硬啊，不服是吧？给我再打！少爷，像这种小虾米，我一拳能给他干飞了。真的心想事成了，我的双眸真的进化了，可以做到隔空秒人啊！我操，啥情况？这小子一个眼神就把人干翻了！怕啥呀？他就一个人，咱们4个人，这样，谁能把这小子再次干倒在地，我给谁1万。干他！啊！你是个什么妖怪啊？你这么一手就把我的人全干倒了？你为什么仗着自己身份要欺负我呢？哥，我错了，你给我个机会，我错了。是不是现在觉得自己很拽啊？不是哥，我不拽，你拽。我就是看你刚开始进来的时候太帅了，所以我嫉妒啊。瞅瞅你这个软骨头的样子，我还以为多牛呢，结果怂得这么快。对不起哥，你放我一马，放我一马吧。那你总得给我一个放你一马的理由吧？毕竟你刚才可是嚣张至极啊！哎呀，没有啊哥，哎，我该死，我有眼无珠，我不该招惹你，不该招惹你。那我鞋子脏了怎么办？啊？哎呀，那简单呀，我哥鞋子脏了，给我哥擦擦呗。嘿嘿，来哥，我给你擦擦。哎，这只也擦擦，嘿嘿。好吧，以后不要再招惹我，下不为例。好嘞。你们3个王八蛋，我养你们干什么吃的？啊！要不是本少爷机灵，我直接被那小子干倒在地呀！废！少爷别骂了，赶紧送我们去医院吧，感觉这腿这身子都仿佛练了一般了。送个屁！赶紧把我裤子吹干！快去！
哎，秦凡，你怎么上个厕所回来状态不好了？昨天晚上没睡好。现在进行到哪个环节了？该最后一件拍品了。怎么样了？把它废了吗？已经废了。可是我刚看他进来，啥事都没有啊。不是，我真给他废了，但是他给我磕头求饶了，所以我心一软，放了他了。我就喜欢你这欺负完人又装作很大度又装的样子，帅气。差不多行了，看拍卖会吧。现在上最后一件拍品，月下陇丘拜月侍女青瓷碗。来了，咱们的拍品顿上了。压轴出场的，必须给卖个好价钱。一会儿竞拍的时候，别忘了抬价。哎呀，放心吧，我哭抬价。这件拍品呢，知道它的来历的人，我就不需要多说；不知道它的来历，我也不用多说，因为它配得上4个字：价值不菲。这拍卖师说的话，不等于白说吗？没有白说，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拍品是赵家的珍藏。如果拍下来之后，相当于抱住了赵家这个大腿，然后借助赵家的关系网平步青云。我这么说，你明白了吧？我明白了。那要是这样，那我先看看到底是真货还是假货吧。怎么样？真的假的？假的。太好了，终于找到赵清平作假的证据了。起拍价880万，我出900万，1000万，1700万，3000万。陈小姐，我都说了是假的，就是假的，拍了后才能抓到把柄啊。3500万，3800万，出这么高啊！诸位宾客，给我陈家一个面子，这个拍品我很喜欢，大家都别拍了。既然陈小姐都发话了，但我也得给你这个面子，我不拍了。你都给面子了，那我也要给陈小姐面子，不拍了。我拍，我出5000万。凭什么给你面子啊？这青瓷碗价高者得。赵清平，谁不知道这个青瓷碗是你家的拍品？你现在这样抬价拍，就不怕砸了自己的饭碗吗？我乐意，你也可以认为我是哄抬物价。不服的话，你加价呀！不服你加价呀！切！1个亿，我出1亿5000万。2个亿，2亿1000万。这竞价也太猛了吧！是呀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竞争激烈过。对，我跟你说，价格抬得差不多得了，要不人家不买了。哎呀，放心，这陈洛和我杠上了，他肯定会买的。之前我调查过，他要买这个青瓷碗，要不然我也不会找人仿制啊。行，我出3个亿。赵清平，如果你还竞价，我可就不要了。你赢了，我不拍了。3个亿，3个亿，咱们2家得分多少钱呀？我靠！那你今晚上可要好好的服务我。恶心，真是。还有人竞拍吗？这个价格太高了。恭喜陈小姐拍下月下陇丘拜月侍女青瓷碗。在刷卡之前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我拍到的这个碗是假的，该怎么办？陈小姐，你放心，拍卖会的每一件拍品都是经过博德集团专业鉴宝师鉴定过的，不会出现任何假货。我是说，如果万一是假的，那当然是双倍赔偿。陈小姐放心吧，拍卖会不会砸自己的招牌。赵清平，听见了吗？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众所周知，这个藏品是你赵家的藏品。如果这个青瓷碗是假的，砸的是你赵家的招牌，同时你赵家在古玩界
也会落得个假货的名头。陈小姐，你心真多疑呀！这个牌品由我和董振东做背书，肯定不是假货的。那如果万一是假的呢？假一赔十，你满意了吧？如果你要是赔我10个假货，那该怎么办？你一直在这儿咬文嚼字，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是不是没钱支付那件拍品的价格了呀？那倒不至于，区3个亿，我陈家还是付得起的。只是我说，万一这个拍品是假的呢？那你想要怎么办？如果这青瓷碗是假的，那除了拍卖会的双倍赔偿之外，我还要你赵家的1半资产做赌注。这陈家大小姐是有目的性的。对呀，听说陈家小姐和赵家小姐他们2个一直不对付，很多人都知道的，说不定会有好戏看。陈露，你是有备而来吗？你可以这么理解，就看你敢不敢了。有何不敢？那青瓷碗如果是假的，我把赵家1半资产赔给你又如何？顺便也让圈子里的人看看，我赵清平之所以敢硬这个赌头，说明我不心虚，有底气。平平，宝贝儿，你这反应也太大了。你看他那信誓旦旦的样子，肯定是知道那个青瓷碗是假的呀。他是故意给我们挖坑，让咱往里跳呢。放心，就算他陈露知道那青瓷碗是假的，又如何？我找的是史上最专业的造假大师仿制制作的，而且真的我还藏了起来，哪怕他陈露找了顶级的鉴宝师，也鉴定不出来的。所以你就放100个心。这次我吃定他陈露了。不是，这赌注也太大了吧？那又如何？不过是他运气积压罢了。毕竟陈露之前在拍卖会拍的物品都是假的，这几天早就憋了一肚子气，是无能狂怒。赵清平，空口无凭，立字为据。没问题，但如果这件青瓷碗是真品，你又该当如何？我可以代表陈家将资产拱手相让。好，劳烦拍卖方拟协议，算是我俩的正式赌约。哇，真的赌啊！哎呦，看看。这还真的赌上了，现在我已经与陈露签了一份协议，待会儿要是他输，或者我认输，那么这一份资产转让协议同时签字生效，大家可以做个见证。没问题。赵清平，你很得意，但这一次我会把你之前坑我的所受的委屈全部讨回来。刷卡。现在这青瓷碗是我的了，我该找人鉴定真假了吧？找人鉴定吧，我倒是挺稀奇，你会找什么样的人帮你鉴宝？张老和陈伯不用我说了吧，在座古玩界的都认识，还有这位是省级鉴宝会的会长，其权威性就更不用我多说了吧。陈小姐这是要往死里弄赵清平啊，连鉴宝协会会长都请来了。是啊，厉害了，连鉴宝协会会长都为你站台，那么请鉴宝吧。
能看出来端倪吗？大小姐，此物没看出来有作假的成分。是啊，小鹿，这青瓷碗再怎么研究，它都是真的。秦兄弟，你确定没有鉴定错误吗？我可是将全部身家都押上了。我200%的确定，这青瓷碗就是赝品，我可以用自己的脑袋担保。而陈伯和张老鉴别不出来，只能说他们的造假能力已经达到了足以乱真的地步。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拆穿这个赝品，毕竟我的眼睛变异看出来的。眼下只能希望借助这位鉴宝协会的会长了。好，我信你。会长，能看出端倪吗？在确定真假之前，我想问一下陈小姐，你是怎么断定这个碗是假的呢？是我鉴别出来的，此物乃是假货。怪不得陈露小姐姐要和我硬刚，非说这是假货，还给我立下了赌约，原来就是信了你这个小男人啊！哟，陈小姐之前可是谁的话都不听啊，现在怎么这么听这小子的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俩有一腿吧？鉴定本物，不要乱扯话题。小伙子，原来是你啊！是的，老先生。秦凡，你们认识？算是一面之缘吧。上次你那块废铁，就是老先生买走的。啊，原来是这样啊。老先生连废铁的价值都能识别出来，那么这个青瓷碗，他肯定能辨别出来。这个嘛，老夫一时还拿不定主意。老夫之前见的古董玉器数不胜数，但这个青瓷碗，我一时还拿不定主意。从它的造型以及色纹，确实是那个时代的东西。所以，会长鉴定的是真品，我可以这么理解吧？连鉴宝会长都能鉴定错误，可见这个青瓷碗制假的人手艺一绝啊！陈露，你输了。会长已经确定此青瓷碗是真品，你陈家的资产将属于我。陈露随随便便相信一个小男人说的话，把自己的家产全都输给了赵清平。哼，这不是傻吗？是呀是呀，陈露呀，恐怕要从千金大小姐的身份沦落为天桥乞丐了。到底怎么样才能让所有人心服口服，拆穿这个青瓷碗是假货呢？我的双眼已经再次升级，应该能看透这个青瓷碗造假的猫腻了。什么情况？我刚才元神出窍了吗？哎呀，感觉太神奇了。原来灵魂出窍才能发现这个青瓷碗造假的玄机啊！材质内部留下了造假人的印章，一般人拍下后也不敢随意将青瓷碗给砸碎，就算砸碎，估计也发现不了青瓷碗材质造假的印章。高明手段啊！陈露，人是你找的，他们鉴定青瓷碗都是真品，足以说明青瓷碗是真的。你没什么话可说了吧？按照对赌协议，我赢了。你敢不敢滚回你的陈家，告知你的家人，你把家产输光了？明日我会全盘接手你陈家资产的。看来我真的信错人了吗？算了，一失足成千古恨，我认输。我们还没认输。赵小姐，你别那么狂。清凡，不认输，我们还有什么办法吗？怎么，还要垂死挣扎吗？
鉴宝协会的会长都确定了，这青瓷碗是真的。你再说假的，有人会信服吗？再说了，你是鉴宝师吗？你有资格证吗？就在这儿唧唧歪歪。是的，口说无凭，没人会信。但是有一个最直接、最有效的办法，当众拆穿这个青瓷碗，就是以假乱真的假货。你还说大话？你一个无名小卒，也想力挽狂澜？你怕不是想屁吃吧？对呀，小子，你还有什么本事？别装了。董少，你是皮又痒痒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君子动口不动手，你有话好好说。我只是说，再给一次鉴定的机会，你们俩不会不敢吧？就我快亏，你别吹了，我这是给你10次，你也鉴定不出来。来，秦凡，你真的有什么办法鉴定出来这个是假货吗？我记得之前你给我说过，你只能分出来真假，却不知道怎么说出来古董的真假痕迹。我可以的，相信我。好，我再信你一次。你怎么鉴定？鉴定方法是将青瓷碗当众砸碎，才能辨别出真假。真砸呀？这可是花3亿才拍下的。哎呀，真是可惜了。是呀，这资产属于陈露小姐，她本人和她的赌约是没有关系的。哎，这要是真的砸碎了，就相当于把真品给砸了呀。那这下就不值钱了。陈家大小姐这下可不是一下子就什么都没了吗？砸碎？秦凡，要将这个青瓷碗砸碎才能鉴定出来真假。你别坑我呀！我3个亿买的这个青瓷碗，如果鉴定出来是真的，我就没有回头路了。如果你不砸碎它，你才没有翻身的机会。你信不信？这赵清平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打压的永远翻不了身。如今只有置之死地而后生，才有反败为胜的机会。好，你说的不错。如果真的是假的话，内部肯定会留下痕迹，我就再信你一次。拿锤子来！啊，真的要砸呀？这！哎呀，陈小姐，您可想好了，这是您花3亿拍下来的，转手一卖就能赚个几千万的。快点砸吧，好好的真品非要砸。陈露，你呀算是栽到这个小男人身上了。就是，我的造假大师手段高明着呢，不可能会在碗内部留下什么瑕疵痕迹。多好的青瓷碗啊，都砸碎了，变成碎片了，就连碎片也是那么的好看。哎，以我多年玩古玩的经验，这绝对是真的。哎呀，可惜碎了，哎呀，不值钱了。最后的希望也没了。小陆，你糊涂啊！你信错人了呀！身家彻底输在这里了。陈小姐，别灰心啊，看看这是什么？这碎片啊，绝处逢生啊！看走眼了，这青瓷碗竟然真的是假的！太好了，终于鉴定出来这个是假货了！你救了我，救了我们家！这再怎么激动，你也不能随便的亲我呀！不是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太高兴了。没有别的意思，忘了你有家室。从这印章的字迹来看是简体字，从这一点我们断定这就是假的。对，这个青瓷碗它是属于东周时期的，那个时候是没有简体字的。对呀，我们一直力挺赵小姐。哎呀，没想到她这次真的是假货啊！哎呀，怎么可能？怎么会发生这种情况？你是不是傻子？你不是告诉我，你这个造假大师造的东西是天衣无缝的？谁家大傻子会在这里面放这么大一块印章？我怎么知道那造假大师会把自家的签名印章嵌入青瓷碗里面呀？我也是被阴了。赵小姐，事实胜于雄辩，
你不打自招，对赌协议，谁赢谁输，这不是一目了然吗？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我，小男人啊，我就知道你能赢的比赛。走，带你今天去庆祝。哎呀，吃饭就算了吧，改日吧。秦凡，你真坏，居然想改日。我还有事儿，你先前答应我的报酬400万，该兑现了，饭就不吃了。吃顿饭，耽误不了多少时间吧？我急需用钱。好吧，我现在转你账户上。谢谢你，我先走了。这个小男人走得这么决绝啊！终于凑到1700万了，这冰冷的数字，要是搁在平日里，肯定能幸福死啊！张医生，1700万我已经凑到了。啊，秦凡，你这凑钱的速度也太快了吧！你跟我说实话，你不会是去借高利贷了吧？违法的事咱可不能干。放心吧，张医生，麻烦您联系一下捐赠者，看看能不能优先将心脏匹配给我老婆。这1700万我全部都给那位捐赠者。好，我现在就联系。老天爷保佑！喂，秦凡，我联系过捐赠者了，现在那边已经加价到2000万了。啊，2000万？哎，是的，没办法呀，因为捐赠者的心脏同时匹配2位病人，所以等于你们2位都需要他的心脏移植。哎，我估计啊，捐赠者就是想看谁出的钱更多，就把心脏捐给谁。而且捐赠者还说，之所以用这样金钱竞争的方式，是因为他希望把这笔钱用到希望小学里去，也算是做了一件善事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张医生，我会尽快再去凑钱的。一次一次的加价，看来这次要挣钱了，不能只单单的挣到2000万，一定再多挣点儿。希望今天能捡个漏，多卖些钱。紫色的光芒，说明附近有宝物。紫色光芒就是从这陶俑里射出来的，但是怎么没有显示出是什么级别的宝物呢？按正常的情况，黄色光芒是初级宝物，紫色是中级宝物，金色应该是高级宝物。可是这几个散发紫色光芒的陶俑，为什么没提示宝物的等级呢？没想到能在这里碰到我的高中同学秦凡啊！怎么，你买得起这些古董啊？我记得你家不是穷逼啊？哎，这不是那个谁，于海富少吗？怎么，你个穷逼想买东西啊？那可不，我记得你家里不是千万富翁吗？你怎么在这儿摆摊卖古董了呀？你一个穷人怎么这么油腔滑调，学会嘲讽本大少了？去，在我摊位开了半天，有钱吗你？你怎么撵顾客？刚才你不也是在讽刺我吗？记得那会儿上学的时候，你呀没少欺负我，我可都没记仇的。你买得起这些古董吗？我要是买得起，你咋样啊？你要是买得起，我给你跪地磕3个头。听你这口气，架子都放卑微了，你是真缺钱了呀？我不缺钱，做人要诚实。那也不用打吧，你给我点面子啊！你把欠债的钱还清了，面子自然会给你很多。兄弟，看看这些古董有没有想买的？
这些古董都是于海这小子赌输了没钱还债，把家里的古董拿出来卖的。原来是这样啊，于海，没想到你还是个败家子儿啊！他就是个穷逼又买不起，你俩别给我推销了行不行？你是不是没有认清自己的地位啊？你欠我们很多钱，就得笑脸相迎的对待每一位顾客。兄弟，你看看这些古董有没有想买的？说实话，这几个生肖陶俑倒是挺不错的，可以买回去当装饰。装饰品？你别搁那装逼了行不行？你知道这俩陶俑要多少钱吗？价值100万，你能买得起吗？紫光变金光，来回变化，看来这些生肖陶俑里面另有玄机啊！这生肖陶俑，你要是诚心卖，给我打个折。打折？你有钱买吗？就让我给你打折，腿给你打骨折。客人找你讲价，自然是有购买的欲望。再瞧不起人，不然这就是下场。你到底有没有钱买啊？头都给打烂了。谁让你嘴欠呢？不过这些个生肖陶俑要100万的价格，确实是太高了，便宜点。那你能给多少钱？20万。啥？20万？滚！别耽误我做生意。秦兄弟，你要是真想要，对吧？你好歹提价啊！我已经很有诚意了。你看看古玩界那么多人都没有在你的摊位上停留，说明你的陶俑是不值钱的呀。还有，以前在学校的时候，你仗着自己是富二代，经常打我，我都不给你计较了。现在你落魄了，我还和你有说有笑的，你应该感到庆幸。要不是这些个生肖陶俑冒着紫金双光，价值最少说不定上亿，我都懒得理你。我知道了，我以前对你犯下的错，我先给你道个歉，行不行？但现在你真的能帮帮我吗？要不然他们会打死我的。那我再给你加点儿，50万怎么样？这已经是我最大的诚意了。50万也不够呀，欠的债不够还呀。当年这些东西就是花50万买的。你到底欠他们多少钱啊？70万。你要是能帮我，我让你打10个嘴巴都行。你欠下70万，那干嘛张口要100万啊？那不是想着留30万，还能翻本吗？10赌9骗啊，兄弟！我知道，但是万一手气好了，是不是能把原来的本捞回来了？你这人啊，真是没救了。算了，这些陶俑我实在是喜欢，看在咱俩曾经是同学的面子上，虽然有些不愉快了，但都长大了，能帮你一把就帮你一把吧。把你账户告诉我，70万，这些陶俑我要了。这样你也可以还清外债了。谢谢凡哥，谢谢凡哥。好了，钱已经转给你了，这些东西是我的了。好，谢谢凡哥。先别谢那么早啊！你刚才说，我要是能帮你的话，打你10几个耳光，这还算数吧？现在我算是帮了你了，总可以了吧？我没有说过这话呀！别狡辩，我现在就要打你的耳光，做好心理准备。咱都是老同学了，让往事如风不好吗？干嘛非要打脸啊？爽不爽？爽。有多爽？形容一下。这没法形容啊！凡哥，别打了，以前是我不对，我不记仇的，过手瘾而已。就这样吧。谢谢凡哥。七兄弟，你这约我来咖啡厅，从外面带了2杯奶茶，真是可爱啊！都是为了省钱嘛。省钱？你都赚了这么多钱了，还要省钱啊？不好意思啊，我忘了你老婆生病住院，还要花很多钱的事儿了。没事，来，你先喝吧，你尝尝，喝完之后我们再来谈正事儿。秦兄弟，
你知道请女孩子喝奶茶意味着什么吗？特别是现在刚立秋了，这可是我秋天收到的第一杯奶茶。秋天的第一杯奶茶有什么含义吗？这奶茶也喝了，说说吧，今天约我过来什么事儿？啊，是这样，你见多识广，你帮我看看这几个陶俑。秦兄弟，说我眼拙，这几个陶俑就是普通陶俑，以我的经验看不出来它的任何价值。但是既然这是你拿给我的，我相信应该不会是来用它考验我的经验吧。这是真的陶俑，这是圣朝的产物。圣朝？那很值钱啊。你这是想把它卖给我？但是虽然我家是有古董店，家里也有点小钱，但是我不喜欢收藏这种东西。不过我可以找人帮你卖了。啊，是吗？那太好了。那陈小姐，谢谢你了。哎呀，你别跟我这么客气嘛，以我的关系和人脉，这点东西应该可以很快出手的。到时候我帮你联系买家，你们直接对接可以吗？好。那奶茶也喝得差不多了，我们等会儿去干什么呢？这不还没喝完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想跟你一块儿去逛街、吃饭、看电影。这感觉吃饭看电影，这不是情侣才做的事儿吗？能换一个条件吗？那这样吧，那我就换个想法。过几天我要去边境的吉云市，那里盛产很多古董和字画，而且被行业称为地下黑市。正好前段时间呢，在拍卖行你帮我赢了赵家的1半资产，现在啊，很多的店铺缺大量的古董和字画。那你是准备去进货吗？可以这么理解。报酬嘛，随便你开，就是需要去好长时间。这个可以，咱们明天见。秦凡，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？就不能在这儿陪陪我吗？我得去陪陪我老婆。我走了。表姐，你来了。去哪儿了？一天天的，璇儿病得这么严重，也不见你这个当老公的来照料，都不能给她的手和脸擦一擦。我什么？我问你，璇儿的心脏移植手术什么时候可以做？这需要钱。怎么是需要钱啊？捐赠者家属不是说了吗？是免费捐赠的。那边病挂了，有一个病人也需要心脏移植，但是他出钱买了这个心脏，所以说要给他做手术。那需要多少钱？20万！你真是个废物，20万你都赚不到。算了吧，我借给你，但是要还的。是2000万。多少？2000万。怎么这么贵啊？所以啊，我最近一直都在筹钱嘛。那你筹到多少了？1700万。1700万，这个钱放到普通家庭都够普通人吃喝一辈子了。你在哪儿弄的这么多钱？我卖了祖传的玉石，然后收集了一些古董，倒手差价。捡漏古董，我不懂，但是我告诉你啊，非法的事情可不能做。放心吧，大表姐，我明天要去一趟吉宇，那边的古董很多，我想试试能不能碰运气。好。
你给我转了100万。这段时间辛苦你照顾，我要去吉云，你帮我多照看一下。哎呀，那也用不了这么多呀。唉，以前你也没少帮衬我们家。看来你是真挣到钱了，随随便便就给姐转100万。但我1分钱没有多花，我只是想给雪儿凑齐手术费，能够早日康复。我很欣慰，你放心的去吧，雪儿我会照顾好的。这样吧，你先回家休息，养足精神，明天不是要去吉云多挣点钱。这样吧，姐，有句话我想跟雪儿说，你先去休息吧。好。老婆，老公能挣钱了，挣了很多很多的钱，虽然现在还不够，但是我肯定能攒齐的。我明天就去吉云，那边有很多古董，等我回来之后，把手术费一交，就可以帮你去做手术。相信我。家里怎么无缘无故多出来一道红光？难道家里有什么宝物？家里怎么有幅画啊？奇怪，不管了，先看看这是什么级别的宝物。这是什么古董？我的眼睛居然都鉴别不出来。这画的还是个美女啊！这画中美人怎么越看越像老婆？不是像，就是我老婆吴雪。奇怪，谁给她画的这样的画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哎，这怎么烧起来了？我的眼睛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家里无缘无故的出现一幅画，画中美女很像穿古装衣服的老婆，然后就自燃，还射出红光，刺向我的眼睛。谁呀？哟，秦凡，我是来收租的呀。什么情况？我的眼睛居然透视了！等等，之前只是变异，能看穿各种古董的信息，而现在竟然是透视，难道是跟刚才那幅画有关系？肯定是，不然我的眼睛不可能再次升级透视的。秦凡，我是来收租的，你不请我进去坐坐？我……你都半年没有交房租了呀？姐，坐。秦凡，其实你这个情况我是知道的呀。你老婆住院了，得一直要钱，但是姐姐已经给你宽限半年了。再不交说不过去了吧？是。这个3居室的房子虽然一开始是你的，但是姐姐买下来了呀，现在又租给了你，是不是要交房租啊？是。其实呢，你要是真没钱交啊，姐姐倒是有一个法子，你要不要试试啊？房东姐姐，请自重，那个房租我现在就交。你哪有钱交房租啊？我当时买这个房子的时候啊，就是看上你了，冲着你来的。你的银行卡到账10万元整，转过去了。嘿，秦凡，你什么时候有钱了？居然转了我10万块钱呢？那10万刨去6个月的房租，其余的就当是给您的利息了
房东姐姐，你自重啊！哼，你这是撵我走呀？不是，是这样的，天色已经太晚了，那看我们孤男寡女在一起，难免不会传出什么闲话呀。所以，房东姐姐，要不先走吧？好，我可以走，但是咱俩走着瞧，早晚呢，我要把你吃到嘴巴里面，逃不出我的五指山。离异的少妇真是如狼似虎啊！不能做对不起老婆的事儿，今晚幸好坚守住了底线。咱不是来这边去什么地下黑市淘货古玩吗？怎么跑到水产市场来了呀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里啊是吉云古董市场和地下黑市的交界，而且呀，黑市可不是那么好进的，得有熟人。那你有熟人啊？没有。你没有熟人，你带我过来，我还以为你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我只需要过来辨别真假，进个货。我这不是也是第一次来吗？而且啊，人生地不熟的。再说了，跟你在一块儿也不算是白来。你看这边有一些集市和古玩摊位，而且咱们就当旅游了呗。我们在这些古玩摊位上随便逛逛，说不定还能淘到点什么好东西呢。哎，这个看着不错。哎，你喜欢这个瓷瓶啊？这个瓷瓶看着挺好看的，而且摸起来手感也不错。哟，美女，喜欢这个瓷瓶啊？我给你打个折，5万块钱怎么样？5万也不贵。哎，5万？别瞎说，我看你这瓷瓶啊，连500块都不值。你卖我5万也太黑了吧！差点忘了，我身边还有个鉴宝高手呢。哎，行吧，不要了，走。哎，等会儿，这摸过的东西，说不要就不要了。嘿，你这老板还挺有意思的。怎么，你还想强买强卖不成？哎，那倒不至于。不过拿起来的东西，不要的话，我怎么卖给别人？不合适，对吧？你真有意思。你这地摊上所有的货，要都是真货的话，你别说5万了，500万、5000万，我们都出得起。可是你这地摊上一个真的也没有啊！你确定我这地摊上都是假货？确定，一个真的都没有。如果有真的，你们有钱？要买真货，有问题啊？哎。确定要买真货是吧？我这儿倒是有个，你们看看能不能买得起。哼！秦凡，你长长眼，真的假的？可以买，是个真古董，但价值也就一般。什么价值不高，兄弟？我这东西可是正宗的唐代彩鱼网。收的时候花了2000万，2000万，太贵了。老板，你这宰人也不是这么宰的。哎，等会儿，既然你们诚心买，我肯定诚心卖。你说个价。500万是吧？来，成交。哎，等会儿，是50万。50万，兄弟，你直接给我少个0。不卖，给不了。我给的是很中肯的价格了，我相信你这个碗应该也让很多买家看了，他们最多也只能给出30-40万的价格了。我给的价格应该是挺高的了吧？行，兄弟，既然你诚心买，50万成交。好，老板，别傻愣着了，给钱啊！不讨价还价了。好，3万，老板。
好。你不是说这个碗就是30-40万吗？为什么要给50万啊？这个是敲门砖，懂吗？不懂。你不是不知道怎么进入地下黑市吗？这就是进入黑市的第一步。哎，老板，我们呢是古董商人，来吉云啊，其实就是想淘换一些价值不菲的古董，收藏收藏。听说吉云有个黑市，给我们介绍介绍呗。黑市？我们这儿可没有啊。老板，别装了，我就是想去地下黑市转转，我这都已经买过了，你看。我看你俩的口音也不像是本地人，是怎么知道我们吉云市有黑市的？这简直造谣！那算了，我是个古董商人，带了很多钱，就是想淘获一些值钱的古玩回去收藏，结果没有，那打扰了吧。哎，等会儿，要50万。50万，不是刚给过你50万吗？怎么还要啊？这是带路费，陈小姐给钱吧。带个路就要50万啊？快给吧，一会儿人家反悔了，到时可真就不知道黑市在哪儿了。这个秦凡傻子，真以为人家是真的，想去黑市淘古董，不就是想跟你日久生情吗？连这点小心思都看不出来，真是个直男。兄弟，爽快！别急，你们等到天黑，在这里稍作休息，晚上带你们去。哎呀，这天都黑了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带我们去黑市啊？别急啊，马上就到。什么情况？怎么水产市场的摊主都变成黑市的古董摊主了？你不会跟我说这儿就是吉云黑市吧？没错，这儿就是黑市。我去，那你还收我50万，简直奸商！是你男朋友非要给我转钱的啊，可不关我的事儿。我当时就是伸了5根手指头，可什么话都没说。你比那5根手指头，我以为你是要加钱的意思。No， 是你非要给我转的，我就是顺水推舟吧。你非要给我转那50万，我当时是要告诉你，5点即使天就黑了，你给我转钱，我不要白不要嘛，对吧？你秦凡，你又自作聪明了吧？陈小姐，对不起啊，我不是故意让你花那50万的。况且你不是也不知道这就是吉云黑市吧？要是没有这茬，我们怎么能这么快找到？那你说说，想要怎么补偿我啊？补偿？我这样吧，我呢在这黑市尽可能的多淘到一些古董，补偿你，把这些捡漏的都给你，最好能大赚一笔。这个补偿嘛还不错，不过你以后不能叫我陈小姐了，你以后要叫我鹿儿或者是小鹿。陈小姐这个称呼太见外了。好的，陈小姐。要叫我小鹿。啊，对不起啊，陈小姐。你是不是不想叫我小鹿啊？没。对不起啊，陈小姐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再去逛逛。好的，陈小姐。你就是不想叫我小鹿。哎，你们不看我的摊了？你啊，你这一地摊的家伙，能碰上你这种冤大头吗？不是？你，我去，全是假的，地下黑市有点名不副实了。哎，秦凡，你看看这些古董都是真的还是假的？清一色的假货。都是假货，不至于吧？什么不至于？但是都是假货嘛。我靠！我发现好东西了，走，我们去那个摊位。
看看这些古董的信息，编译透视开。怪不得金光冲天啊，全是国宝级的古董啊，要发达了！嘿嘿。小伙子，你光看不问价，买还是不买？秦凡，你看看这个摊子上都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先别说话。小伙子，你要是不买不问价，就一边看去，可以吗？怎么着？急了？我做生意呢，我肯定急啊！你着急不就是因为这些东西你卖不出去吗？既然你想撵人，那我顺便问问，这个古董多少钱啊？你多少钱想买啊？我这全都是真货。你说说这多少钱卖？我怕我说了价格吓着你了，你就出个价，多少钱想买吧？哎呀，你就说说你想多少钱卖吧。你说多少钱想买？哎，你就说你多少钱想卖？你多少钱买，我就多少钱卖。那10万，成交，行不行？哎，去一边去！你这给我咬文嚼字，把我绕进去了。你这是忽悠我！你以为我看不出来想压我价？哎呦，这老板还挺聪明，还不好骗。这样吧，你到底想要多少钱卖？我可以加钱的。这才像话嘛！最少再加1万块钱。你说什么？加1万块钱？对啊，加1万！我都在这卖了10几天了，买家也不少，都给我出2、3万。你啊，是出的最高的那个了。哎，不是，我出价最高的一个，你还给我加钱？因为加的钱啊，是我的私房钱啊。这份尾差，我老婆定价10万块。嘿嘿。哎，理解理解，深表同情。看来这老板虽然知道自己的东西都是真货，但却不知道价值所在。别发呆啊，付钱吧。哦。你们10万块刷卡，1万块扫码啊。那我们摊上其他的东西还要吗？那要看看老板能多少钱卖，然后啊，我们在报价的基础上，每一个加价1万块，对不对，老板？还是男人懂男人啊！看来小伙子平日里没少背着你女人藏私房钱吧？人家还不是他女人呢。啊，那就是情人了。哎，买卖就是买卖，别瞎打听。我给你说一下这些价格吧，这个20万，这个30万，这个32万。当然，如果你要打包的话，这些100万全给你。金光冲天的古董，100万打包价，绝对是血赚啊！老板，你真会做生意。这样吧，你这所有的宝贝，我全部都打包要100万，完事儿我再给你加20万，你看怎么样？毕竟你痛快，我也爽快嘛。哎，兄弟好慢，我这就给你打包。终于卖出去了，今晚上可以回家上床睡觉了，不然还得被老婆罚跪键盘。走了，我们回去了。你觉得这些古玩都值多少钱？万一被那个老板听到，反悔不卖了，咱俩估计都走不出这个地方。走。陈小姐，我是真的不能再喝了，而且时间已经不早了，你还是回去早点休息吧。你又要撵我走啊？不是，我是真的喝不了。可是你也没喝醉啊，只不过单纯的不想和我喝罢了。哎，陈小姐，认识这么久，你总喜欢吃醋，我是真的不能再喝了，而且明天早上咱们还回去，赶明天回去的飞机呢。说的是啊，好不容易过来一天，却把事情给办完了。
也不说陪人家在这繁华的集运室逛逛，我就这么的让你提不起兴趣吗？不是，陈小姐，你这样把腿放在我腿上，不太合适。而且，我们俩之间不是这样的关系，咱俩之间是雇佣关系。那如果我想把这段雇佣关系变得更亲密一点呢？陈小姐，你要知道，我是有家庭的人。我知道啊，我又没打算破坏你的家庭，我对你只是单纯的喜欢，不行吗？不，我不能做对不起我老婆的事情。你很正直，这要换做其他的男人，早就迫不及待地把我摁在床上了。再喝一杯，喝完最后一杯，我就回自己的房间里。喝吧，一口干掉，我就回。1、2、3、4、5。为什么突然觉得好热啊？秦凡，你怎么了？就是觉得好热，以前从来都没有这种感觉。那你还有其他的感觉吗？好想找一个女人，可是我以前从来都没有这种感觉，到底是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呀，我也喝酒了，怎么没有这种感觉？啊，我知道了，肯定是你喝多了，酒精上头，引起了荷尔蒙，所以才想找女人。虽然是我刚才在酒水里给你下了迷情药，但是我不能告诉你啊，不然你会认为我在强推你。可是我以前喝酒也不会有这种感觉。你以前喝的白酒还是啤酒？我是第一次喝红酒。那就对了，喝红酒就是这样的，就是想找女人。要不我帮你吧，憋着挺难受的。这不可以，这样对你是一种不负责任。秦凡，其实我早就喜欢你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啊，不用你负责，我对你是心甘情愿的。那个，昨天晚上的事，你什么都不用说，昨天就当作是我们美好的回忆。虽然你昨夜醉酒，强行把我占有了，但是我不怪你，因为我的心，我的身子，早都已经属于你了。好吧。那既然我们都已经突破那层关系了，就不如再来一次吧。哎，大白天的，咱们能不能不要有这么亲密的接触啊？哎呀，放心吧，等到你老婆治好了病，我就当你的地下情人，不会让你难办的。走吧，走。哎呀，陈小姐，听说你去集运了，这是刚回来，淘到了不少的好东西吧？你有事儿吗？没事的话，我怎会去多来你这破地方？有事快说，有屁快放！我要拿回我上次输掉的一切。
我已经向古玩界生死鉴宝协会发起了挑战，向你陈家陈路发起生死鉴宝比试大会。你我双方派出代表，在这个鉴宝大会上比试真功夫，胜利的那一方可以直接接受失败方的所有资产。赵清平，你这是不甘心啊？对于上次的事情，我一直耿耿于怀，因为我从不相信自己能栽在一个无名小卒的手里。哎，你不是挺会鉴宝打假的吗？明日你继续鉴宝，我要赌你的双手双眼，你敢吗？还要赌我呀？对，上次要不是你，我也不会输掉一半的家产，成为行业的笑柄。你这赌数太大了，我不参加。你没得选，我押上了所有的家产，生死鉴宝协会已经同意了我的申请，即使是你害怕不去，那只能自断一臂，不然会被古玩界各路行家驱逐，瓜分你陈家的资产，这后果应该不是你想要的吧？赵清平，你好卑鄙啊！那还不是被你逼的。哦，对了，忘告诉你了，我请的呀可是全国第一鉴宝大师刘辉。刘辉居然被你请弄出山了，你可真是让我刮目相看。你们就做好被我屠戮的准备吧。秦凡，我马上给你叫车，你现在赶快离开这儿，永远不要再回来。不是，你担心什么呀？不就是一场鉴宝比试吗？我也不一定会输。这局可能会必输无疑。刘辉是全国鉴宝大师第1名，曾经过他手过的宝物没有一件是出错的。你若去，必定会断手断脚，严重者还会失去性命。我刚成为你的女人，我可不想让你出事。我要是这样就离开，我算什么男人？那赵清平不死心，明日鉴宝就让他彻底死心。而且你要相信我，我这双慧眼一定不会输掉的。不怕1万就怕万一。我知道你很强，但那刘辉更强。那我还正想会一会这个全国第1的刘辉，看看他到底有多厉害。你们说古董吗？这盘只要1万块。你这是陶瓷做的，年限太近了，不值什么钱，100块都卖不了。啊，这，凡哥吗？这不是你是我呀，小海啊！我想起来了，你怎么落魄成这个样子了？上一次见你的时候，你不是还穿得挺好的？秦凡，你们认识啊？啊，以前是高中同学，没想到怎么会变成这样了？看起来你遇到什么难事了？我记得上次买你的东西给了你70万，一下帮你还清了外债啊。哎，哥，别提了，上次70万还完债之后，我手又痒痒，又借了高利贷，结果就成这个样子了。你又去赌了，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凡哥，我知道我的德行，你救救我。哎，你想借多少？不多，10万。可以，但是你要去干什么呀？我去翻本儿。你这个人啊，你真是狗改不了吃屎。我们就当不认识，你这样的话，我帮不了你。凡哥，我能改，你再帮我一次，我就再也不赌了，我就把本捞回来。如果你真的想要捞本的话，你还会去赌的。你这种人，说实在话，都不配活在这世界上，浪费粮食。凡哥，你再帮我一次，你就帮我第2次不行吗？哎呀，兄弟，我已经仁至义尽了，这是我帮你的最后一次。你若迷途知返，拿这钱填饱肚子，然后去找份工作吧。谢谢凡哥，谢谢凡哥。
哎呀，陈小姐，你对这次赵家千金发起的生死鉴宝局，你有什么想表达的吗？当然是一战到底了。哎，陈小姐，听说这次赵家千金派的是天下第一鉴宝大师刘辉啊。那么我想问一下，你这次准备派谁去应战这场生死局啊？当然是我身边的这位男士秦凡。虽然名不经传，但我相信以他的能力定能秒杀刘辉。哎，陈小姐，你可要记住啊，你们一定要输啊，因为外围比赛可都是买你们陈家输啊，你们一定要输，我们都压了你们陈家输，我还压了3000万进去。哟，你就打算让这小子替你们陈家参加生死局啊？对啊，他上次拆穿你的假货青瓷碗，这次同样可以把你踩在脚下，赢了你。哼，赢我痴人说梦。上次他是瞎猫逮了个死耗子，打碎了青瓷碗，才发现是个假货。所以啊，鉴宝这块儿，他不一定是个行家。赵小姐，你请我来替你鉴宝，原来对方就是这个德行，我感觉很没有面子。刘大师，我也觉得秦凡不配做你的对手，要不要加点赌头，这样才刺激？我看行。怎么样？要不我们就加点赌头，这样更刺激，更兴奋一些。我们就加一个，谁输了，在大街上裸奔3圈。好啊，这个赌头我应了。咱们手底下见真章。诸位都静一静，本次生死鉴定会马上就要开始了。我作为本次鉴定比试的评委，宣布一下规则，那就是生死鉴定局没有规则，用尽能用的一切手段鉴定出物品真假即可。谁鉴定错误次数少，谁就能赢下这场生死局。本次鉴定的物品都由我们鉴宝协会提供。接下来上第一件，至于是真是假，我们评委方已经私下知晓，就看二位的真本事了。可以开始鉴定了。你先，老夫比你年长，理应让着点年轻人。还是你先吧。不要把自家吹捧得那么高，我可以让你先鉴定，只要你鉴定出真假，我若没有补充的，这第一个鉴定品我就认输，怎么样？好小子，你口气都不小，今天老夫必须要杀杀你的锐气。这瓶是庆朝年间的粉嫩细颈瓶，你来说真假？这是真品。这小子算你有两下子，我估价是3000万。那我补充一下，这粉彩瓶除了是真品外，价值应该在7000万，而不是3000万。7000万，你太高估粉彩瓶的价格了。这粉彩瓶的价格的确是在7000万。这瓶子在市面上很普遍，我家里就收藏了一个。刘大师，你或许是太久没有出山，所以已经不了解现在的行情了。这种粉彩瓶的价格已经炒起来了，不过也鉴于您老这一点，这第一轮的鉴定各打1分，打平。行吧，行吧。上第二件拍品。
这个古董呢，大家应该看得很清楚，就是个青铜酒壶，但却是西齐时期的产物，距今已经有2000多年的历史了。是一位收藏家送到我们协会鉴定的，所以你们2个可以先研究一下，然后再同时说出自己的鉴定结果。没问题。透视，看看这5头青铜酒壶有没有特别之处。我已鉴定完毕，已知真假。好，稍等一下，等刘大师的鉴定结果。你小子都没有研究过这个虎头酒壶，就说自己鉴定完毕了，那我也鉴定完毕了。既然刘大师和秦凡都已经有了自己的鉴定结果，那么请同时说出自己的鉴定结果。我数1、2、3，你们再说结果。3，是假的。这一局秦凡该不是搞错了吧？是的，那么漂亮的酒壶，要是假货就可惜了。刘大使，您能说说为什么给这个酒壶定为真货呢？这虎头青铜酒壶，铜锈坚硬，不易燃烧，遇水易溶。铜锈下的器物呈现出黑褐色的氧化膜，这显然都是真品的特征。那你是通过什么确定这是假货呢？这个酒壶的材质、纹路、锈色都不是西齐青铜器的特点，所以确定是个高仿的假货。你说的不错，这的确是个高仿的假货，恭喜你鉴定成功。那现在我岂不是落后了一番？大师，认真点行不行？我可是把身家性命都压在你的身上了，如果你再输一局，就彻底输了，你知道吗？放心吧，我不过是让一让他而已。接下来我会认真对待他。上第3件物品。只给大家3秒钟，观看此物，鉴定真伪。现在倒计时，3、2、1。请2位在纸上写下，鉴别是真或是假。都写好了吗？亮出你们自己的鉴定结果。本局刘大师获胜，此玉雕是真货。我们又扳回一局。刘大师不愧是大师啊，就看了一眼就能够判断出他是真假。而这个秦凡，他前2局不会是蒙的吧？上下一个物品。评委们，我的鉴定没有错，那玉雕绝对是假货。为什么你们评委会认为这是真货呢？你在质疑我们评委水平的专业吗？我只是说玉雕是假货，你们可能鉴别出错了，所以请评委再重新鉴定一下。这个秦凡是不是输不起啊？居然质疑评委的评判。鉴于秦凡提出的问题，我们决定重新鉴定一下这个玉雕，而且让现场的观众一起鉴定一下真伪，这样才能服众。看来咱们之前鉴定这个东西看走眼了。这个玉雕必须得2次研究才能发现其中的端倪。有意思的假货，让人看第一眼的时候真容易产生真货的幻觉。这玉雕我瞅了半天了，怎么越看越像假的？你们从哪里看出来这玉雕是假货了？刘大师，说白了，我们之前看走眼，以为是真货，现在再看发现是假货，所以要重新更改一下评审结果。这一局你输了，秦凡赢了。我就这么输了？这输的也太快了吧！我还感觉没怎么比试呢。 3局2胜制，所以刘大师，你输了。秦
秦凡，太好了，你赢了全国第一鉴宝大师。那以后我是不是就是全国第一的鉴宝师了呀？当然了，你以后的地位直线飙升。赵清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你输了。按照生死鉴宝的规定，你全部的身家都是我没输，我不可能输的。这一局明明是刘大师胜利，却随意更改结果，这把不算，再比一局。不算，重来。赵清平，你当这是打游戏副本呢？一局输了就不算再来啊？我要求再比一局。评委，你说呢？我也要求加赛，我根本没有拿出真实的能力。询问我们的意见没有用，若是秦凡同意，那才行。再比一次，你敢吗？你要是不敢比，你就不是个男人。赵清平，你这是胡搅蛮缠了吧？秦凡是不是男人，关你毛事儿？我同意，加赛一局。秦凡，你已经赢了，没有必要再比。可是不加赛，赵清平和这刘大师都输得不服气啊！我这人喜欢别人心悦诚服。秦凡，你有魄力，那咱们前面比的结果就不算了，这一局定输赢。你赢的话，我全部身家都给你；我赢的话，陈露全部身家都给我。好，就这一局定乾坤。你打算让刘大师鉴宝是吗？当然了，只有我的实力才是最牛的。这把不让刘大师与你亲自比试，我亲自和你比试。你亲自和我比试，有点意思。那你说说，怎么比？在下一个古董或者下一个东西端上来之前，我们各自蒙住自己的眼睛，凭直觉去判断上来的是什么古董，猜中者即为赢。这个方法好啊，就按照你说的来。麻烦评委上下一个古董吧，我们现在就把眼睛蒙上。现在物品已经上来了，上面盖了一张红布，我现在要掀开红布了，你们现在准备开猜。哎，这东西可不好猜呀。是啊，一般人肯定猜不出来是什么。天，这怎么猜啊？这都蒙着眼睛，猜不出来啊。台下人都在议论不好猜，可怎么听着不像是古董一类的东西呢？透视，原来就是一条蛇啊！这评委方会找东西啊？你们双方能猜得出来吗？光通过一些轻微的议论声，根本猜不出。评委，我要求给一些提示，可以吗？你当这是录节目呢，还要提示？评委，他估计是猜不出来，你就给他点提示吧。但是只能有3次机会。赵小姐，你听听你的对手是多么的大气，居然同意给提示，那我就给你提示吧。猜的这个东西不是古董，那是什么？这我可不能告诉你。那我来问，既然不是古董，那是衣服吗？不是。那是植物吗？不是植物。那是动物？是动物，很接近了。那是几条腿的动物？3次的提示机会用完了。3次机会用完了，那能再给3次机会？贪得无厌，赵清平，你太贪了。现在该秦凡问了。对，该我了。你也有3次机会，请问吧。是2条腿的动物吗？不是。是3条腿的动物吗？不是。是4条腿的动物吗？不是。秦凡，你问的都是什么问题啊？刚才赵清平都已经问得很接近了，你怎么还越问越远了呀？
没事的，我感觉他猜不出来。我猜不出来，你刚才问的2只脚、3只脚、4只脚的动物都不是，但现在展现出来的东西又是动物。哼，评委，我已经知道是什么东西了。赵小姐，你已经猜出来了吗？那现在可以抢答，猜对了就是你赢了。评委，你展示的东西，我猜啊是个5脚动物。确实是5脚的，但你这个猜测的范围太大了，我不能算你赢。那我继续猜，该秦凡先生了，猜吧。我猜是一条蛇。太好了，猜对了！恭喜秦凡先生，猜对了，赢得了本次对决的比赛。你可以摘下眼罩了。我输了吗？这把不算，再玩一次吧。赵清平，你简直一而再、再而三的耍赖，只会让所有人看不起你。感觉这赵清平有点玩不起啊。加赛是他死皮赖脸提出来加的，生死鉴宝局的规则也是他提出来改的。哎，人家秦凡都已经尽可能满足他提的要求，结果他现在输了，还耍赖，对呀，真卑鄙，把他赵家的颜面都丢尽了。我不想一无所有啊！但生死鉴宝是你挑起来的，开弓没有回头箭，你当时也没想过自己会一直输的，所以才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想置我于死地。按照生死鉴宝局的规则，赵清平向你发起挑战，他输了，底在这儿的资产协议全在这儿。陈小姐，只要你签个字，他名下所有东西都是属于你的。有时候，当失去一切才想起来后悔，可是世界上没有后悔药啊。亲爱的，今晚要不是你，我肯定会被赵清平整得死死的。今晚是独属于我们2个人的时光，我要好好报答你，我要给你生孩子。赵清平，你狗急跳墙！对呀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只能来找你发泄一下了。如果你能把我输给你的资产全部还给我的话，我或许会放过你们2个。赵清平，你输了，却要用这种方式拿回来，不觉得可耻吗？可耻？我的耐心啊是有限的，我就给你们10秒的时间来考虑。赵小姐，陈露已经给够你足够的机会了，而且在你濒近破产的时候，还给了你一笔钱，让你度过余生。可是你现在居然反过来咬我们一口啊！还想找人来弄我们？行了，10秒钟时间已经到了，看来必须让你2个受一点皮肉之苦才行啊！给我打！什么情况？你用眼神把他们放倒了？你怎么这么可怕？我说过，我已经给过你机会了，下次不要再招惹我们了，知道吗？还不快滚！我立马就滚！快滚！哎，你这么盯着我看干什么？我脸上又没长花。秦凡，你刚才那眼神好厉害啊！盯着谁，谁就倒在地上。是有什么特异功能吗？哎，这都……哎，我电话来了。天大好消息啊！捐赠者同意捐赠了，但是价钱要从2000万变成3000万。如果你同意，现在就可以立马进行手术。同意，现在立刻就马上给我安排手术，我立刻就马上给你们打钱，立刻马上给我老婆安排手术吧。老公，能再见你一眼，
真好。雪儿，你马上就可以被治好的。你身边的这位女士真漂亮。如果手术不成功的话，无论你和我老公是什么关系，还请你替我照顾好她，可以吗？好，我知道了。老婆，你说什么傻话？你一定会手术成功的，我们要在一起一辈子的。老天保佑！手术一定要成功。放心吧，花了那么多钱，一定会成功的。秦凡，嫂子进去前说的话，你有考虑过吗？这……我想，等到嫂子手术完、治疗好后，把我们的事儿告诉她，行吗？我不想破坏你的家庭，但是嫂子进去前跟我说的话，我能感觉到她感觉到了什么。女人都是感性动物，稍微有一点的不对，都能感受出来。这我知道，但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事情，我暂时还没想好。等我老婆出来之后，我不想对不起她，我也不想对不起你。医生，手术很成功。谢谢。老婆，老婆，手术很成功，以后我们在一起一辈子。谢谢你，一直对我不离不弃。